这次的9月呢，终于是让机娘玩家大快朵颐了。在9月份，咱们终于迎来了第2位机娘，和魔线家的杏花百合。同时呢，这也是和魔线跟合成制造合作的第1款，也是合成制造的罗莎计划的第3弹，也就是继上一款的鸢尾之后的百合花。盒子呢依旧是会附带一个背景板的，这次背景板呢是一个房子的样式，背景板下面呢还会有一个硬的这个纸，是用来防碰撞的。然后在底下的话就是本次的这个板件了，板件数量的话还是比较多的，算上可替换板件的话，大大小小一共会有30多块。板件方面的话，本次的透明件颜色是分为了2种，首先是这款蓝色的。蓝色的这个通透度非常高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通透度。然后呢，还有作为细节点缀的以及内部这个装饰的这个金属涂装的一个板件。预装的板件整体漆面呢还是很好的。而作为追加补偿呢，这个是一个橙色的透明件，是用来替换之前的这个预涂装以及蓝色透明件的。整体的这个通透度还是很不错的。而头上的特效件呢，则采用了镀层的工艺，整体是非常绚丽的，会随着光线改变这个颜色。在肉脸上面呢，也会有给2种，一种是有涂装的，一种是没有涂装的。并且在机器脸上面呢，也会有给到这个可动眼，大家可以看一下，有单独这个眼球需要自己安装。发型的分件是比较多的，整体的锐度很好，可以看到这个头发一根一根的这个细节。同样呢，因为这次作为可动眼，还会附带这种可动眼的一些配件。并且呢，这款也是有附带这个 POM 键的，在部分连接的位置呢，都是采用了 POM 键来进行连接，这样可以防止这个零件断裂。那么其他颜色我这边就是各取了1版给大家展示一下，整体的这个细节锐度都是和魔线家的一贯水准。值得一提的是啊，这次的这个地台以及手型的很有合成的味道啊。地台的话用的就是跟鸢尾是同样的地台，需要自己组装的，也会有一份单独的说明书啊，需要自己进行一个组装。特点呢还会附属一个票根，这个票根在正面会有一个光栅的效果，可以实现平静和爆发2种形态的切换。说明书的话，这次比较不同，它采用的是一个彩印的方式，在每一页都是会有对应的这个板件的颜色，这样整体的话会比较方便辨认。同时呢，整体的这个安装步骤也是比较详细的。好的，说了快3分钟了，咱们终于是来到主体了。那么这次百合的这个主体呢是很有意思的，它是我今年所见到的机娘里面鸡的元素含量是最高的。这次的百合呢，除了头发以外，其他的所有部位全部是机械元素的这个构造，所以说整体的这个机械含量是特别高的。并且这次百合的高度呢十分高，虽然它是1:10的比例啊，但是它的高度能达到将近快22厘米。跟鸢尾摆在一起，比鸢尾高了将近1个头。姜师娘就更不用说了，只能到她的腰啊，甚至连咱们的这个孤影呢都没有这个百合高。百合的高度呢应该是仅次于雷神了，并且这次百合的4肢以及这个中间的躯干都是比较长的，所以说如果不摆动作，直接这样呆呆的站着的话，会觉得比较怪怪的。而这次这个脚的这个设计呢，是一个类似于高跟鞋的小脚，所以呢这次是附带了一个可以支撑这个脚的一个小的这个透明件啊。2个透明件有不同的颜色，有橙色跟蓝色，我这边各取了1个。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平稳的放在地面上了。同时呢，这里要说一句啊，这次这个百合我全身都是用了它这个追加的这个橙色的透明件，包括这个花瓣里面的全部都是用的这个透明件，这个里面原本附带的这个金属涂装以及这个蓝色透明件呢都是没有用到。百合的背后呢有安装支架的这个孔洞，同样呢也有这个替换件没有孔洞的。屁股这边这个孔洞是安装裙摆的，同样也会有一个这个替换件。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头雕，首先呢是一个平静的机械脸，整体的发型呢是一个淡黄色的发型，发型是一个双马尾，眼睛的部分的话是一个蓝色的瞳孔。接着呢是人脸，人脸的肤色变成了肉色，并且眼睛采用的是一个渐变的颜色，在这个眼睛的周围呢还会有一些红润的这个涂装细节。发型的话依旧是双马尾的淡黄色的一个发型。最后则是一个爆发头，整体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左眼是有这个战损的一个细节，有裂纹，同时呢瞳孔的颜色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与前面2个头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在它的这个脸的左边呢还会有一个火焰形状的一个用了镀层工艺的一个特效件。这次这3个头雕里面的这个脸呢全部都是可动眼的配置，大家可以互换眼珠，也可以随意的调节这个角度。
并且关于这个胸部呢，也是有这个人类胸跟机械胸两种。人类胸配上这个人类头的话，整体观感还是很好的。不过我这边就进行一个打码了，如果大家想看的话，稍后我会将这个图片发在评论区里面。接着就是一堆的手型了，什么角度的开掌啊，以及这种握持抓握的手型全部都有，这也是一大特色了。包括呢这种直接握持在这个武器握柄上的这个手型也是附带的。这里要说一个比较好玩的东西，辅助工具啊，这个是因为它有碰键以及一些安装比较紧的零件嘛，它有各种接口的辅助工具可以帮助你辅助按压。接着咱们来到它的可动方面，首先这个头上这个白色零件以及这个马尾呢，都是有可动角度的。头部的这个低头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低头的角度。抬头幅度的角度大概是这样，并且呢，这次这个头雕并不是采用的球关，而是采用了磁吸方式。你更换头的时候，一拔一吸就直接替换上去了，比较方便。需要注意的是，鸢尾跟百合的这个头的这个接口啊，大小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是没办法实现交换来进行安装的。手臂平台是可以超过90度的。手臂360度旋转是没有问题的，并且这个曲肘幅度特别高，能直接贴到这个肩膀。手臂平转也是有附带360度旋转的，因为这个连接方式是类似于万代以前老的那种 PC 键的连接方式，所以说它的这个手臂根部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前后倾的范围的。这次这个腰部设计的其实是蛮好看的，是一个机械的脊椎细节，随着弯腰，脊椎还会进行一个拉伸，弯腰的幅度大概是这样。后仰的幅度就比较有意思了，它的后仰幅度是比较大的，因为它的后仰是有双段的关节，其实还是蛮奇怪的啊，就是它把这个双段关节用在了后仰上。那么整体这个侧摆的幅度的话是大概这样子，腰部也是可以进行旋转的，但是需要小心前面这个胸口可能会进行一定的干涉。接着咱们视角来到腿部，整体的腿部是采用了黑色，然后上面会有一些这个透明件的点缀，整体的机械感还是比较足的。整体的这个设计思路与鸢尾很不一样，鸢尾的话采用了大量的这个透明件的这个点缀啊。至于这个腿部的可动，前踢后踢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大家直接看一下，它这个腿可以直接360度旋转啊，大家就可以想一下它这个前后踢有多夸张了。腿部侧踢90度，并且大腿根部也是附带旋转的，腿部的弯曲幅度也是十分大的，腿部弯曲了之后可以直接贴到屁股，并且随着它这个腿部弯曲呢，也会有一个避让以及这个联动的效果，大家可以看一下。脚这边比较特殊，因为它这边是只靠后面这一个零件，并且可动全部是依靠这个球关，所以说侧摆以及前后全部是依靠这个零件来进行实现的。接着咱们来到它的这个配件玩法了，首先它会有5种花瓣 A 到 E 5种编号来进行排列组合，组合起来呢，大家可以看到可以组合出一个这个类似于花瓣的一个裙子，在这个裙摆后面呢还会有这个花蕊的一些小细节，在里面的话也会有这种各种透明件的这个点缀。每一节花瓣呢都是有可动的，它每一节都会有一定的角度可动，可以随意的调节。安装方法也是比较简单的，直接对准屁股后面这个孔洞，直接安插上去，装对孔，装上去就可以了。花瓣裙子的造型，再加上它这个修长的肢体，再加上一个不错的可动，就可以摆出一个芭蕾舞者的一个姿势，整体的感觉就是优雅而神秘，有点像那个《原子之心》里面的那个双胞胎啊，也是这样子会跳舞，然后跳一个芭蕾，整体的样子我对于这个动作还是很喜欢的，特别是它这个3无的机械脸。当你更换一个头之后，你就会发现与先前的优雅截然不同，爆发出来的就是一个癫狂、爆发、失控的一个状态，很难想象2种风格在一个模型上。接着咱们来看它的武器，首先是一个长炮，名字叫做鲜花长炮，整体的话上面也是各种的这个透明件的点缀，尤其是在这个正中间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能量方块，里面呢是有2朵百合花的这个图案，这个是一个水贴，需要自己贴取的。长炮的枪身前面呢是有一个这个零件，可以调整角度，用来支撑，起到一个支架的作用。接着是一个这个百合的长枪，长枪前面呢是由多段进行连接的，中间夹杂的这个透明件的点缀。在长枪握把处这个杆子呢是铝棒，金属的，有2种长短，可以自行选择。不得不说啊，本身比较优雅的这种机器人的形象，再搭配上这一杆长枪，再搭配这个裙底这个透明件，整体看起来是非常好看的，并且呢，这个手的把持力还是比较强的，可以直接把持住这个长枪，不会进行一个下垂。将剩余花瓣组合呢，还能变成一个百合的花盾，后方也是透明件点缀的，前方这个花瓣呢，也是可以进行一定的调节。那么咱们将所有的花瓣全部单独拆下来，然后再进行一个组装。在这边呢，有各种的这个接口啊，全部都是可以进行角度调节的。咱们按照顺序以及说明书上面的这个指引呢，将所有的花瓣全部组装上去，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可以形成一个花骨朵的形状。每个花瓣呢，全部都是可以进行角度调节的。花蕊安装上去之后呢，整个这个花骨朵呢就已经安装完成了。
然后咱们拿出这个新花的这个长炮，将后方零件呢拆下来，再将前面组装的这个花骨朵安装上去。然后前面不是说到这个零件支架吗？咱们将这个支架这个零件啊进行一个拆除，需要小心一点，因为它这个是透明件，比较脆。拆来之后呢，咱们将前面的一个剩下的小花瓣呢安装上去。安装上去之后，整个百合花炮就已经完成了。与之前的这个新花长炮不同，百合花炮的话，尾部会有一个巨大的花骨朵。最好玩的来了，就是这个花瓣是可以每一段都可以进行角度调节的，所以说每一段都可以展开，慢慢的随着外层到里层的展开，里面的透明件就随之展现出来，并且这次的透明件是有荧光效果的，上去之后整个花全部会亮，特别好看。支架部分的话，因为是同系列嘛，所以说这次这个支架跟鸢尾是一模一样的，采用了按压解锁，然后上面的话是采用了一个螺丝固定的，然后在这个支架的这个底部呢也是一样，会有一个收纳空间，隐藏了各种这个接口，可以自己取下。而这次的百合长炮呢，也是可以直接安装在这个支架上。咱们首先先将这个花蕊进行拆除，里面是有一个装位，安装上一个特殊的这个连接件，它是有2个孔洞的，咱们需要用力将其卡紧，因为它这个是透明件嘛，比较难装。然后装去之后，咱们再将花蕊重新安装回去。然后这边的话还会有一个孔洞，这个孔洞是4毫米的，需要用到4毫米的接口，直接安装就可以安装在这个支架上面。整体的话也是比较牢的，因为它这个支架这边是用的螺丝固定。而如果你想要实现官图那样直接百合坐在这个长炮上，是不能直接做的。它这边其实设计了一个小巧思，首先是长炮的这个连件，它进行了一个固定，将这个手臂后方的零件固定在这个连接件上。其次呢，在长炮这边有一个这个接口，咱们需要先提前将零件拆下来，这边会有一个五角星的这个接口，咱们将这个长炮的连接件呢安装上去，整个手就会稳固的固定在这个长炮上，然后继而支撑住这个百合，直接坐在这个长炮上面。坐上去是比较稳固的，不过支架这边就需要调整一下角度了，因为整体的重量还是比较大的。整体的这个长度呢也是比较长的，咱们这边可以用尺子量一下，总体的长度已经达到了40多厘米，也算是一个小灰把了。整体的高度也是比较高，因为它这个支架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金属棒。好的，到了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首先，咱们先来说一下它的这个左度方面，因为这次这个追加的这个补偿零件全部都是透明件，然后再加上百合的零件都是偏细小的那种，所以说安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角度，并且小心的用力，不然的话很容易白痕。同时呢，因为这次用到了碰件，所以说各种的地方呢组合度都是偏紧的，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可以借助一些工具。那么剩下的外观方面的话，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整体的这个花的造型的元素还是占比比较多的。同时呢，机械元素含量这么高的机梁啊，在这几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类型了。相信大家很多都是奔着这点才会选择定这款模型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制作视频不易，希望大家多多3连，咱们下期再见。